大家好，我是 Aceson 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跟大家开场，跟这个100等的破戒针，对破戒针打了一场竞技场比赛。那你有可能会想问呢、为什么又是这个破戒针，又是这个破戒针？为什么出现那么多次？那其实没什么原因，就是纯粹是遇到它很多次。那我选素材的话，基本上就如果对面不是打得特别的无聊的话，我也是会把它放上来的。所以的话，那个破戒针对我来说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一个比赛，所以我也是把它放上来。对，那这次就没有之前的那些跟大家介绍怎么打它。那这次就会特别一点，因为我刚好就是打这个破戒针，我就发现了一点，就是我用了另外一个方法来破解它那个喝酒状态。对，现在这个现在一样，就是像把它当成这个狂战巴萨来打。对，那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一点？那其实我是打到一半，因为我遇到它很多次嘛，我打到一半突然就突发奇想，就是说，那如果它是霸体的话，那它不就等于跟这个狂战巴萨一样嘛？那我就尝试一下。这个用狂战巴萨的康塔方法来打他，然后我发现，原来真的有效，那是不错，那就让大家多给大家一个参考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康塔方法，例如说什么，之前的有个留言说的是上一部打那个破戒针的影片，也有一个留言跟我说过，就是原来用的神鬼战士也有那个破解的那个手段，就是不得把它插，然后滚一下，然后再滴一下那个方法。那我之前也看过其他人这样打过，那为什么我不用？那其实那个方法也是挺好用那为什么不用？是因为我没有神鬼战士，对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如果你有的话是可以用一下，对我也是挺支持那个打法。那但是你要小心一点，你的装备是有没有反装？就是如果你是没有反装的话，那就小心一点，不要让对面抓到你。对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我是没有这个神鬼战士，所以我是没有用。对，那两个方法就提供给大家，那就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。那来到这个第2回合那对面就换了这个莉莉，也是100等。那100等的莉莉让我想起这个以前那个阵营战那个因为阵营战最多可以打8个人嘛，就是这个房间可以进8个人。那以前我是经常跟另外一个朋友2个人进去打，然后会遇到对面8个莉莉，对，对面8个玩家都用莉莉来射我，那个场面是不是十分之震撼？那基本上我是不希望再遇到，所以我已经很少打这个阵营战。那但是现在是竞技场，所以是没那个问题OK， 这边抓到，可以那他的 SD 盔甲跟那个披风也开了，那现在才是那个头盔，那我们尝试一下，把那个头盔再避出来，应该就没事了，应该他就完蛋了。OK， 抓到，那用盔甲把它抓起来。他头盔可惜失手，他头盔好像已经用了，那我们就尝试一下用个披风来把它技能消掉，或者是直接用这个法老披风把它抓住。OK， 这边掉下去，可惜刚好它变大了。那就错失了一个机会，那我们就先避一下，就不会让他打到。OK， 他变少了，那我们尝试用一下法老披风把他抓住，等他过来，然后直接开。这个也不错。OK， 那他很明显因为刚才上一回合已经用了同一个方法来对付他了嘛，那他很明显就知道我想做什么了，那他就直接用反装跑开了。OK， 那来到第3回合那第3回合的话，也是跟以前一样的打法，在他有那个无敌状态的时候，我们就尽量避开，不会让他撞到。那其实之前也有个玩家说过，就是破戒针其实打这个平面地图，就是例如说斗神机场那些也是挺麻烦。那这个我也同意。那但是如果单挑的话，其实它的优势也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大。那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没什么区别什么地图打这个英雄的话，真没想到我的那个无敌竟然会让他霸体破解了。OK， 这边把可以，这一场那个延迟攻击也是救了我一命。把它踢，可以。那我的反撞还没好，因为他有架势，所以技能特别的快。OK， 这边才把它抓住，因为他已经用了很多技能了。可以抓到。OK， 那这边应该是可以把它收掉，应该是，如果他没有什么其他反撞的话，可以。
那我们小一点，我们还有那个盔甲 ，OK， 然后我们再送他这个 combo。哎，可以，他又知道我想做什么，那他直接用了法装跑开，那不错，这个是不错的一个康塔方法，那可以把他作为逼出来之余，也是可以对他做出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啊。OK， 那这边小一点，等他那个效果结束。OK， 那我们还有盔甲，还有我们还有头盔，对，那刷到，那直接给他黑马矿，那他应该完结了，那就能记得订阅一下，谢谢。